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烟火味厨房。为什么饭店里面的鸡蛋豆腐汤这么好喝呢？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。今天有时间，我就把最简单最好吃的做法分享给大家，让你在家里面也能吃出大饭店的味道。首先准备一块豆腐，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长条。接下来再切成1公分左右的小方块，我们尽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大碗中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1大勺的食盐，然后倒入多一点的开水。我们要把豆腐浸泡一下，因为豆制品难免有一些豆腥味，加入食盐和开水可以很好的去除豆腐里面的豆腥味。小心的推动一下，使豆腐受热更均匀。接下来准备小把清洗干净的白玉菇，切成小长段。白玉菇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富含丰富的氨基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。准备几朵清洗干净的新鲜香菇，切成薄片。没有新鲜香菇也可以用干香菇来替代。我们尽可能的切薄一些，全部切好放在盘中。接下来准备几只大虾，虾头我们直接处理掉，虾线是大虾的肠子，我们也要处理一下。虾头轻轻的往外一扯，虾线也跟着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对半切开。大虾的营养十分的丰富，而且有一种特殊的鲜味。全部处理好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腌制一下，加入少许的花雕酒，切好的葱和姜，下手抓拌均匀。经过这样腌制一下，可以去除大虾的腥味。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腌制10分钟左右。做豆腐汤，我喜欢加一些蔬菜。准备1根清洗干净的菠菜，去掉根部，然后再切成小长段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现在的豆腐也已经浸泡好了，这个时候的豆腐已经泡出了很多的豆腥味，倒在准备好的肉勺里面控干水分备用。大虾也已经腌制好了，我们把大虾挑出来。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碗，往碗中打入几个鸡蛋。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来定。今天的鸡蛋不要打散，起锅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然后把鸡蛋倒在锅中，像视频中这样慢慢的煎制，稍微的放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锅，同时还可以使鸡蛋受热更均匀。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我们就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我们要把鸡蛋煎至两面金黄，煎出香味。煎制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准备好的案板上，然后我们简单的改下刀。首先准备2公分左右的小长条，然后再切成2公分左右的小方块。经过这样处理一下，不仅可以方便食用，同时还可以使鸡蛋更加入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另起锅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把切好的姜末也倒在锅中，开小火煸炒，把姜末炒出香味，
接下来加入多一点的开水，水的量一定要一次加足。接下来把控干水分的豆腐倒在锅中，切好的香菇也倒下去，白玉菇也倒在里面，稍微的翻动一下，使其受热更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敬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大约煮2分钟左右，把白玉菇和香菇煮至断生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大虾也倒在锅中，因为大虾比较容易熟，我们要最后加入。鸡蛋豆腐汤里面加入大虾，不仅可以增加营养，同时还可以丰富口感。最后把准备好的鸡蛋也倒在锅中，再次开大火，大约煮2分钟左右，把所有的食材煮至入味。接着加入1勺食盐调味，1勺鸡精，然后加入少许的白糖提鲜，加入多一点的胡椒粉去腥增香，稍微的推动一下，使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在出锅之前加入切好的菠菜，因为菠菜很容易熟，我们煮制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稍微的烫一下就可以。这个时候的豆腐汤汤鲜奶白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准备一个大一点的碗，加入切好的葱花和菠菜叶，把豆腐汤盛在碗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一道营养又美味的鸡蛋豆腐汤就这样做好了，里面加入了香菇、白玉菇、鸡蛋和豆腐，还有虾仁，不仅口感丰富，而且营养十分的全面，主要是操作还十分的简单，厨房小白都能够轻松的掌握。现在虽然是春天了，但是气温还是那么的低，天气还是那么的干燥，我们一定要多喝汤。豆腐3鲜汤学会这样做，不管是用来招待客人，还是作为家常菜，都非常的有面子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